男子独自开车1000公里回家过年，到家已是深夜，老房子却没人为他留灯。男子父母都已经离世，下车也没人出来迎接，自己一个人孤零零地拉上了电闸。看着空荡荡的小院，熟悉又陌生，再也没有人问他回来了，到哪儿了？如今父母不在了，过年也失去了原本的意义。第二天自己一个人洗洗刷刷，晒晒被子，再也吃不上妈妈做的饭菜，饿了就自己下点面充饥。邻居们知道男子回了家，带着自家做的馒头和菜来看望。长辈们看着荒芜的院子，也都叫小辈来帮忙。村里年轻力壮的男子都主动来帮忙收拾，这就是独属于农村的人情味。大家好，我是微笑，今天我们一起看看那些平凡的小故事。母亲去世22天后，父亲也走了。17岁女孩独自放鞭炮报丧，听到鞭炮的村民们立马开灯起床，穿上衣服迅速赶去。老一辈的人听到响声就知道怎么回事，拿起2条长凳就赶去帮忙。村里红事不请不到，白事不请自来，即使是凌晨1点，乡亲们也会很快赶到。大家都在帮忙操办事情，为了腾出场地摆席，大家打着手电纷纷上手割草。村民们自发的守夜到凌晨，每个人都沉默不语，好似在追忆童年的玩伴。一家有事百家帮。小朋友做检查时，素不相识的阿姨想塞钱给孩子看病，医生在旁边出声阻止，说不要给小孩，等妈妈来再给。阿姨在一旁一边等着，一边念叨孩子可怜，马上就能好了，长大就能娶妻生子。妈妈来了后，阿姨就把钱塞给妈妈。阿姨表示钱是给孩子看病的，希望孩子健康平安。阿姨不顾妈妈的推拒，还是把钱放下，转身就走了。钱塞到功德箱里，你是信佛的人；钱塞到需要的人手里，你就是他的佛。流浪汉正扒拉着找食物，小女孩把手里吃的送给了他。接过食物后，他不好意思地看向女孩妈妈，小女孩又拉着他邀请一起吃饭。流浪汉怕他们嫌弃，赶忙将捡来的瓶子放到身后。小女孩以为他要走，又立马追了过去，拉着他回到座位上，把自己最爱吃的递给了他。流浪汉接过吃的那一刻，思绪一下涌上心头。他看着食物，看了好久，迟迟舍不得吃下口。这一刻，他的心灵被小女孩治愈了。吃饭前，爸爸在倒饮料，到了妈妈这里却只剩了半杯，无奈只能倒了半杯水填满。本以为就此了事，却不想爸爸竟把掺水饮料换给自己。殊不知在一旁的妈妈其实目睹了整个过程，喊爸爸去盛饭的同时，妈妈却过来将饮料换了回来。看着这杯被换来换去的饮料，在一旁的女儿陷入沉思，想着两人这温馨的小动作，最后竟然趁着二人不注意，将这杯饮料换到了自己这里。等到喝果汁的时候，父母都以为自己会喝到加水的果汁，但他们喝的果汁却不是预期中的味道。两人正疑惑着，女儿得意地笑说：“我换了呀。”其实孩子比想象的更爱我们，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。奶奶预感到自己即将离世，提前1小时梳妆打扮，还吃了一碗最爱吃的面条，随后体面地坐在椅子上。孩子们发现奶奶半天没动静，似乎有些不对劲。耳背的爷爷在躺椅上小憩，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。大儿子将奶奶抱到屋里时，爷爷似乎意识到什么，爷爷急忙搬椅子进屋，小心地坐到奶奶床前，牵起奶奶的手，感受老伴最后的余温。告别仪式上，爷爷躲在一旁偷偷抹眼泪，睡了一辈子的双人床从此也空了一半出来。从那以后，爷爷每次也吃不下多少东西了，每天都躺在熟悉的地方发呆，别等遗憾成常态，才懂得珍惜眼前人。父亲去世后，男子第一次回老家，呆呆地站在原地不知所措。以前每次回家，父母都坐在门口等候，如今家中空无一人，只剩下孤独的自己。把院落中落叶扫一下，在老家待了1天就回去了。临行前给天堂的父母磕头。以前每次离家都是父母目送，这次只有自己安静地离开，背上行囊锁上门，以后老家回不回来无所谓了。父母在，人生尚有来处；父母去，人生只剩归途。101岁的爷爷午睡醒来，枕边突然多了小团子。放下孩子之后，孙媳妇轻拍了拍太爷爷。太爷爷醒来之后，并没有发现不一样的地方，扭头后才发现小玄孙，老人直接开心地笑。太爷爷看到小玄孙后，已经笑得合不拢嘴。一老一少的画面是跨越了100年的岁月，浑浊的眼底漾开星辰般的柔光，仿佛时光倒流回老人初为人父的岁月。岁月偷走了他的力气，却偷不走血脉的爱意。他曾是扛起风雨的父亲，如今成了最温柔的太爷爷。
兄弟俩因矛盾整整8年没来往。今天侄子结婚，没有通知的叔叔自己来了。只见叔叔快步地走进院子，随后直接来到了账房里面。叔叔从口袋里掏出一份礼钱，没有做多余的停留，登记好自己的名字，转身离开。看见了大哥大嫂后，便快步地走出了院。大嫂看到这一幕，连忙示意丈夫追上去。大哥也是第一时间跑着过来，拉住了弟弟。大哥示意，来都来了，进去坐坐。随后大嫂也第一时间出来，拿了一朵花给弟弟带上去。哥哥紧紧地抱着弟弟，今天说啥也不能走。这一刻的兄弟俩是多年未相拥的血脉，血浓于水的亲情从来都藏在心底里。老人颤巍巍地递出红包，轻声问能不能用这个买点肉。老人红包里只有2块钱，勉强只能买上一点点肉。老人已经很久没尝过肉味，之前拿着钱去别人那都不肯卖给他。看着新鲜的猪脑，老人犹豫再三，问道：可以送我吗？他惦记的不是自己，而是想给家里的老伴补补。老板爽快地送了他，老人不住地道谢。望着老人蹒跚离去的背影，老板心中五味杂陈，悄悄往红包里塞了些钱，又多装了很大块肉，将肉交到老人手上，让他回去好好吃一顿，又把红包塞回给老人，让他拿去买点别的尝尝。一碗肉，一份情，一点善，这就是最动人的人间烟火。善待老人，就是善待明天的自己。3个小朋友想一起分享饮料，问老板有没有杯子。老板拿来杯子递给女孩，女孩礼貌道谢。女孩倒了2杯饮料后，示意老板将杯子拿过来。老板心想，也有我的份吗？活了大半辈子的老板，在此刻交到了3个最纯粹的朋友。老板大方表示要请他们喝饮料，庆祝4个人的友谊。他们高兴地在冰箱里挑选了最小的一瓶饮料。老板今天盛情地宴请了年少的自己。女孩走到门口飞奔回来，好朋友，这是请你的。当美好撞进美好，就是世间最安稳的圆满。最好的重逢就是长大后遇见。重庆阿姨无偿照顾智力障碍邻居母子23年，几十年如一日3餐。她每天都在同一条路上往返3次，每天都为母子端来热腾腾的饭菜，让他们吃饱穿暖，就像对待自己的亲人一样。阿姨家早年的时候得到过邻居的帮助，如今他们有困难了，阿姨说不能丢下他们不管，逢年过节还会邀请母子2人来家里吃饭。日复一日，邻里的温情让人感动。善良不需要惊天动地，平凡的坚守也能书写伟大。一大爷3轮车不慎侧翻，车上西红柿散落一地，大爷瞬间有点不知所措。大爷站起身想扶车，又突然想到自己的番茄挡住了后车，连连摆手表示抱歉，急得连鞋都顾不上穿，连忙走过去向后车车主道歉。车主说着没事儿，便主动下车来帮忙。这时对面行驶过来一辆汽车，司机没有犹豫停下车，主动上前帮忙。路过的行人都纷纷上前，大家齐心抬起3轮车，越来越多路人一同前来帮忙，将大爷的西红柿重新装上车。幸好在外互助彼此，父母协议一直在生效。早餐店夫妇违规摆摊，城管看到后只是默默等候。男子上前询问老板娘，看到城管紧不紧张？可谁知大姐淡淡回答道：不紧张。直到老板娘卖完收摊，城管小伙才上前。他弯腰帮大姐收拾，大姐脸上一直带着笑容。他还帮老板把推车推回店里。随后他掏出手机，给自己也买了一份早餐。他发现老人独自在角落蹲了好久，便把自己的早餐给了老人，还嘱咐老人趁热吃。听到轮椅女孩被欺负，城管帮助女孩换爱心摊位。城管跟女孩约定好，下次要给她找个好摊位，并霸气向女孩保证：我罩着你。后来城管真的兑现了自己的承诺，他们亲自上场，帮助女孩腾出摊位。人民执法，为人民，执法有温度，这才是老百姓要的态度。男子准备外出打工，望着床上患病的母亲，内心痛苦不已。知道母亲可能已经时日不多了，但是为了生活不得不外出打工，不知道下次回来时母亲是否还健在，所以来到母亲床前，不舍得望着母亲。或许这一走，再见可能就是天人永隔了。成年人的世界从来都是忠孝两难全，谁能理解他的煎熬与无奈？幼儿园举行亲子活动，每个家长都抱着孩子参加，人群中却有一个落单的男孩，羡慕地看着其他小朋友。男子见状，走到跟前，一把抱住小男孩，善意的托举温暖了孩子整个童年。一家新开的饭店门口，老板和员工关门打烊，老板准备回家，突然瞥见了一旁的老人，老板几乎没有思考，径直朝老人走过去，同时呼唤员工开门，给老人准备一点饭食。
大爷却说用水冲一下垃圾桶里的食物还能吃。老板一听，立马伸出手，牵着老人起身往店里走。大爷不好意思进去，怕身上的脏污弄脏饭店。又来了2位年轻人过来一起帮忙。大爷不好意思收下这么多，连连后退。大爷离开后，这几位年轻人偷偷抹泪，再次关灯打烊回家。没想到大爷半夜折返，上台阶时还磕到了。大爷不知从哪里找到2把麦穗，寓意大卖，放到了老板店门口，表达感谢，善意相赠，真情回流。女孩在晚自习回家的途中，慌张地跑进了一家饭店，对吃饭的外卖小伙说：“叔叔，您可以帮我一下吗？我身后有个陌生人一直跟着我。”小伙立马起身让女孩别怕，接着走到了店门口。饭店老板听到女孩的话，也拎着大勺走了出来。尾随的男子见到了俩人，立马转身离开。等安全后，小伙主动提议送女孩回家。结账时，老板却坚持不肯收小伙的钱。外卖小伙护住了女孩的周全，主动送回家，给了女孩最踏实的安全感。饭店老板拎勺助阵，用一顿免单的热饭致敬善意，呼应温暖。他们本是素不相识的陌生人，却都凭着一腔滚烫的好心，为女孩撑起了一把遮风挡雨的安全伞。愿好人一生平安。女生干完了一天的工作，临近下班跟老板说辞职不来了，爸爸意外摔伤，她要回家帮忙照顾，想让老板把工资结一下。老板听后当即表示没问题，开始翻女生的考勤记录。他将工作和同事一一交接好后，出来和老板辞行。老板将属于女生的工资递给她，对于她的离开很是不舍。女生察觉到老板多结钱了，说什么也不要。老板说女生工作一直就兢兢业业，他全看在眼里，多的钱就当她的一点心意。女生十分感激，跪谢老板。老板连忙扶起她，并说只要她想回来，随时欢迎。致敬每一位努力生活的打工人，愿你被世界温柔以待。男孩在地铁上不小心把饮料洒到地上，他没有坐视不管，而是立刻从书包里掏出纸巾，准备将地上的饮料擦干净，为自己的过失负责。将书包背好后，男孩开始弯腰清理。男孩的这一行为恰恰反映出他良好的家庭教育。他一个人默默地在地上清理，情绪稳定且从容，即使周围人都在看他，他也并没有觉得慌乱。他仔仔细细地将饮料全部擦干净，擦完后的纸巾也没有乱丢，而是一直拿在手里。小小的身影，大大的教养，善良与礼貌是孩子最亮眼的底色。年少不知父母恩，懂时已是中年人。小时嫌弃父母脏，现在却感觉父母是最干净的。儿子吃饭时发现碗边有点脏，妈妈看到后立刻细心地帮他擦拭干净。年龄再大，在妈妈面前也是孩子，哪怕只是担心筷子不够干净，妈妈也会仔细擦一擦，生怕孩子有一点不舒服。儿子吃完饭习惯性地用袖子擦嘴，老母亲像他小时候一样用围裙帮他擦。妈妈总是怕孩子吃不饱吃不好，有一种饿叫妈妈觉得你饿，有一种冷叫妈妈觉得你冷。妈妈永远是世上最伟大最值得依靠的人。老师买了一兜橘子给学生们发着吃，老师故意放了一个小橘子，想看看同学会怎么做。前几位同学都不约而同拿起大的橘子，直到第4位同学上来，他平时成绩不好，又爱捣乱，却直接拿了最小的那个，还给老师恭恭敬敬鞠了个躬。老师顿感欣慰，立马又给了他一个大橘子。同学们接着陆续上来拿橘子，然后站在门口默默地剥橘子。然而男孩剥好后并没有给自己吃，而是温柔地递给老师，这让老师感到意外。成绩并不是衡量孩子的唯一标准。妈妈带着准备化疗的女儿剪光头，大家听到母亲说要给女儿剪光头，原本热闹的店里瞬间安静起来。理发师再次询问，一点都不留吗？坐在一旁的店长瞬间惊讶地站起来，此时大家都明白，但都没有说出来。店长特意嘱咐要将女孩的头发留好，小心翼翼帮她剪发，生怕弄疼了她。刚洗完头的大哥在后面默默关注着。剪完头发后的店长悄悄地流下眼泪，默默关注他的大哥给了他最棒的鼓励。随后大哥忍不住瞬间流下眼泪，店长还细心地把女孩的帽子吹暖。母亲准备付钱时，店长坚决不收钱。当天理发店里有3个大男人被看哭了，希望女孩能够渡过难关。小女孩站在光里，相信她一定会涅槃重生。弟弟打工回家，给全家人准备了礼物。第一个给的是最年长的奶奶，是一台老年人手机，然后又拿出一台智能手机，双手递给了父亲。接着又从口袋里掏出来2个大红包，
弟弟妹妹拿着红包，脸上止不住的笑容，也双手递给了姐姐一个红包，又从包里拿出了一个红色的盒子，打开盒子后是送给妈妈的金项链。父亲接过项链，准备给自己妻子戴上，母亲的脸上洋溢着满满的开心与欣慰，这或许就是努力挣钱的意义吧。男孩的眼泪打湿了课本，哭着求妈妈别收爷爷的钱。男孩照常放学后在妈妈店里帮忙，一位穿着朴素的老人翻遍身上才凑齐吃饭的钱。男孩盯着老人看了许久，眼眶也越来越红。老人扶着椅子缓缓起身，准备结账回家。男孩见状没有犹豫，快步朝老人走过去，主动询问老人要什么饮料，自己给他拿。而面对老人递过来的钱，男孩只是挥手婉拒。老人疑惑地询问，得知真的不用付钱，才转身离开。少年是善意，眼泪动人心。弟弟开车路过远嫁的大姐家，大姐特意开车给弟弟投喂。小时候最亲的人，如今却成了亲戚。姐姐对弟弟的爱却从未减弱。看见弟弟开心地下车，给弟弟准备了满车吃的。随着弟弟出发的一瞬间，姐姐抿嘴强忍泪水与弟弟告别。父母半世恩，姐弟一世情。男子回老家过年，父母已离世，只留下空荡荡的老房子。邻居知道他回家后，特意送来饭菜。邻居二姐是从小看着他长大的，每当他从外地回到农村老家，二姐总会投喂他。这种被惦记的感觉很奢侈，内心充满感恩。得知对座男孩坐火车要去大城市看病，同车的陌生男子手中紧握着200块钱，在他下车时，把钱塞在了男孩的衣服口袋里，轻轻拍了一下男孩，希望他能够健康快乐。塞到口袋里的不只是钱，更是人们心中的善良。父亲的老友不知父亲已去世，提着一兜排骨来找父亲聊天，没看见老友在院子，以为老友在菜园，又看了看菜园，到处寻找老友的身影，呼喊老友的姓名，没找到老友，只能无奈离开。临走时依依不舍看了看紧闭的窗户，只是1年多没见，怎么就再也见不到了呢？没想到这一别竟是永远。70多岁的老人给90多岁的父亲磕头拜年，因身体不好，家人都劝他不用磕头，但老人不顾众人阻拦，坚持要磕头拜年。70多岁的他腿脚早已不如从前，但他还是慢慢跪下去，感谢父亲的多年照顾，每个动作都坚定有力。后辈们心疼他的身体，试图拉他起身，可老人却坚持完成跪拜之礼。也许只有他知道，这个年龄还有父亲是多么幸福的一件事。磕头是对长辈的最高礼仪。午餐时，奶奶端来了一盘鸡腿，2个姐姐迫不及待地拿起鸡腿吃了起来。旁边刚满1岁多的小宝宝看见姐姐们都在啃鸡腿，也伸手拿起了最后一个。原以为小宝宝会像姐姐们一样大快朵颐，可令人意外的是，他捧着鸡腿蹒跚地走向奶奶，随后把鸡腿递到奶奶面前。奶奶让宝宝先吃，放下碗筷后又转身去拿东西，可小宝宝并没有动口，而是小心地把鸡腿放进了奶奶的碗里。放好后，小宝宝又回头把奶奶拉到桌旁，接着搬来一张小板凳让奶奶坐下。奶奶落座后，把鸡腿往宝宝碗里推，宝宝却用力把鸡腿推回给奶奶。小小的身体里装着沉甸甸的孝心，稚子奉亲，足见其情，幼小心灵深含大爱。好啦，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。这个世界破破烂烂，但总有人在缝缝补补。如果有一个小故事感动到您，请你点赞、订阅、分享。我是微笑，我们下期再见。